我们这一支影片来介绍4个可以快速提升 Obsidian 操作效率的外挂，分别是 Pen Relief、Recent Files、Show Current File Path 跟 Customizable Page Title。那这4个呢，都可以很有效的增加我们在 Obsidian 操作上面的一些便捷性。那以下我们就分别一一来做介绍。Pen Relief 呢是跟面板的操作有关的一个外挂。我们只要安装了 Pen Relief 以后，它会在我们的最左上角会显示出箭头的符号。那这个箭头的符号呢，就是会根据你目前这个面板，它到底是这一个面板的第几篇笔记，它就会显示它对应的一个相对位置出来。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个目前这一篇笔记呢是第一个笔记，那它的右边呢后面还会有3个别的笔记。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跳到下一个笔记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向右的这个箭头，它就会跳到下一个笔记。你可以看到，那目前我们左边就会有一个1，那1就是我们刚刚第一篇，那它后面还有2篇，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左右呢，就可以在我们目前这个面板，根据我们之前的开启的历史呢，它会分别显示对应的这一个开启过的笔记。那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一个按钮上面按下右键，它会显示出你这个2到底是哪2篇那你这个1呢到底是哪一篇？那因此你开过的笔记你这个面板如果开启历史的档案比较多的话，它显示出来这个清单就会比较多。那显示出来这个清单以后，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点击的话，就会直接切换到那一篇笔记里面去。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它显示出来这个清单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额外的操作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篇比如说我这个惊叹号 HAT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着它，把它拖拉到任何一个目录区比如说我要拖到这一个030-inbox， 那它就会帮我们直接把这一篇笔记呢，直接就移动到这一个资料夹里面。因此我们从这个清单里面也可以直接马上做搬移资料夹的这一个操作。那另外我们这个显示出来的假如说你这一篇你后来决定不要放在这一个面板，我们一样可以按 Ctrl 跟 Click 呢，把它给开启在新的面板里面。这样子透过这个简单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管理我们面板里面的所有的开启的历史。那另外一个因为我们这个面板开启的如果越来越多的话，那你希望对这个面板的整个跳动希望能够快一点的话，那这个 Pen Relief 呢提供了很多的快捷键可以来使用。比如说我们进入快捷键的设定，好，然后输入Relief Pen Relief 的 Relief， 它就会显示出来那它这边就会有，你可以直接按下你这个指定的 Hotkey比如说我这个要跳到第一个面板呢是按 Ctrl+1，我就可以直接点下 Ctrl+1 呢，它就直接跳到的我第一个面板。那如果你开启的面板有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很快的方法来跳动。那你也可以把某一个笔记呢，把它设定成一个指定的面板的编号。比如说我目前的第3篇，我希望第3个面板我要这个笔记我要把它给放到第一个面板去呢，你就可以用它这一个 Place 的这一个 Hotkey 来做操作。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很方便的来做这个面板之间的跳动。那另外一个方法当然就是你去安装另外一个外挂就是我们这个 Slide Pen 那这样子也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做Slide Pen它也可以就是使用这个 ND Mode， 它也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做不同面板之间的切换那这个就完全看你的操作习惯来决定了。Pen Relief 也提供了一个 CSS 的片段我们只要把这个 CSS 的片段贴到你自己的设定里面它就可以在每一个面板的开头会显示出面板的编号。那这样子就可以跟我们刚刚的 Ctrl+1 Ctrl+Alt+1 这个面板的跳动这一个功能可以直接更方便的整合在一起我们的标题列上面呢就会有你目前到底你在操作的这个面板是第几个面板它上面就会有一个编号。那很可惜的是它这个 CSS 如果标题文字过长的话它这个显示会有一点异常，但是并不影响它整个功能的操作。那如果说你觉得在标题列上面显示出这个面板编号是很方便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个 CSS 的片段呢加到你自己的设定里面去。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外挂 Recent Files 事实上在前面的影片里面已经有出现过了。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安装好这个外挂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面板上面呢多了一个这个 Recent Files 的这一个面板。那所有我们任何开启过的笔记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清单显示在这个面板里面。那当我们有需要再开启同样的某一篇的笔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点击它，可以把它开启起来。那这边开启的方法跟在笔记里面开启内部连结的方法是一样。如果说你要直接把这一篇开启在目前的这一个面板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1号面板，我要把这一篇开在1号面板里面呢，我就直接 click 一下，它就会形成这一篇笔记在这个面板里面。那如果说你希望开启在新的面板的话，比如说我这一篇要把它开启在第3个新的面板的话呢，你就是要多加上 Control 一点呢，它就会开启在新增的这个第3号的面板里面。所以这个就是 Control 有没有加呢，会影响你到底是不是要开启在新的面板里面。然后同时这一个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做档案的拖拉的这个搬移比如说我这一篇本来在某一个资料夹，我希望把它搬到另外一个资料夹，我们也可以用拖拉的方法。那这个因为目前这个档案浏览器跟它在一起，这样你没有办法做拖拉，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 Recent Files 呢，把它比如说我要移到下面来。那它就移动到下面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上面呢就可以切换到档案浏览器。那比如说假设我这个 test 我要把它移动到 inbox 里面，那就是这样直接就把它拖过去，它就会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新的档案呢就会被移动到你刚刚拖放的这一个资料夹了。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右键功能表呢，它的这一个历史清单呢，就是一样跟我们刚刚的这个 Pen Relief 一样都可以做这样子拖拉的一个操作。第3个外挂Show Current File Path 就更简单了只要我们安装起来以后，并且启用它就会在我们的状态列我们最下面的这个状态列呢，会显示出你目前这一篇笔记它的完整的路径，包含了它的资料夹。那它方便的地方，除了这个显示以外，其实是你只要在它的这一个路径上面点击一下，它会帮我们把目前的这篇笔记的作业系统的整个档案路径呢，会帮我们复制到系统的剪贴簿，这样子就可以很方便，让我们在档案总管或者是你的任何操作里面呢，很方便的可以去存取到目前的这一个档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篇，我们已经复制起来了我们可以按 Ctrl V 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Windows 的一个路径那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复制我们笔记的作业系统里面的档名了那这样子我们再做一些后续的一些自动化的操作就可以比较简单了。这个外挂它就是很方便的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定义我们的每一篇笔记右上角的这个快捷的图示的按钮，我们可以自己增加自己需要的按钮比如说我的 PDF 绘出 PDF 的功能很常用，或者是我的钉选这个功能很常用，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加入到我们右边的右上角的这个选项里面那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进入设定，在第3方外挂这边呢，我们去找到这一个比如说是 Page Title 我们找到这一个 Customize 这个选项以后呢，我们找到这个外挂以后，进入它的选项设定。那在这边呢，你就可以用 Add Command 呢去增加你需要的这个命令只要把这个命令给加到这个里面来呢，到时候它就会在我们的右上角会显示出来。那要注意的就是加完以后，我们必须重新开启一次比如说假设我们我们把 Quick Add Run Quick Add 这个命令呢要加到右上角好，然后我们要选择一个图示来代表它假设我随便加一个好，那它就会有一个图示会出来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已经加好了好，那目前你看到这个右上角并没有这个命令，我们把它关闭，再重新开启一次，你就会看到这个按钮就已经出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这4个可以很方便来加速我们 Obsidian 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外挂，那希望对大家平常在操作 Obsidian 的时候能带来很大的一些便利。
那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